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，真的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看不下去。哎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我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见过，但是像这次这样的还真是少见。那天啊，一大早我的婚介所就来了一位美女，哎呦喂，那真的是标准的白富美长相。1.68米的身高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穿着打扮都很时尚，一看就是精致女孩没错了。丽姐好，我看了您婚介所的介绍，觉得很专业，所以特地来找您帮忙。美女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，我笑着给她倒了杯茶，好说好说，来找丽姐准没错。先跟我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吧。我叫苏雨晴，今年32岁，有个8岁的女儿。在广州有套150平的房子，在某互联网大厂做运营总监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特别自信，我点点头，条件不错嘛。那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？其实我的要求不高。苏雨晴抿了一口茶，主要是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并接纳我和女儿，最好是事业有成，经济条件不错的。因为说到这里，他犹豫了一下。因为什么呀？没事，跟丽姐说说看。我温声鼓励道，是这样的，丽姐，我现在有一些债务需要处理。苏雨晴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债务多少啊？150多万，哇塞！我差点没拿稳手里的茶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债务啊？苏雨晴叹了口气，开始讲述她的故事。其实我之前结过一次婚，和前夫是大学同学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但是他后来迷上了股票和期货，总觉得能赚大钱。我劝过他很多次，可他就是不听，后来赔得精光不说，还借了很多网贷。最气人的是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所有债务都转到我名下了。因为当时太信任他，很多借条都是我签的名。等我醒悟过来，他已经跑路了，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说到这里，苏雨晴眼圈都红了。现在我每个月光是还债就要还好几万。虽然工资不低，但是要养女儿，要还房贷，压力真的很大。所以我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男士，帮我一起分担这些。我听完后心里直摇头，这种情况说实话不太好办。但是看他条件确实不错，我寻思着手里倒是有个条件还不错的男士，或许可以试试。这样吧，我这里正好有个适合的对象，48岁，离异无孩子，做外贸生意的，家底殷实，你要不要见见？好啊。苏雨晴立刻来了精神，那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？我想了想，他最近正好在广州谈生意，要不就约今天下午。我打个电话问问，拿起手机，我马上联系了南方王总。说来也巧，王总正好今天下午有空，于是我们约在了一家高档茶餐厅见面。下午2点，我和苏雨晴提前到了茶餐厅。她今天特意换了一身香槟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更显优雅。丽姐，这位王总到底是做什么外贸的啊？苏雨晴一边补妆一边问我。他主要做纺织品出口，生意做得挺大的，在广州、深圳都有工厂，人品也不错。我如实告诉他，没过多久，王总也来了。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藏青色西装，个子不高但很精神，一看就是生意人的派头。王总，这边，我朝他招手。等大家落座后，我赶紧介绍，这位是王志强王总，这位是苏雨晴小姐。你好。苏雨晴露出甜美的笑容，伸出手来。你好，你好。王总和他握了握手，眼里闪过一丝赞赏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我主动开启话题。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虽然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，但是老客户的订单还是稳定的。王总说着，又看向苏雨晴。听丽姐说你是做互联网的？对啊，我在某大厂做运营总监。苏雨晴点点头，不过现在互联网行业也不太景气，裁员什么的都挺普遍的。是啊，是啊，王总感慨道，现在哪个行业都不太好做。对了，丽姐说你有个女儿。今年8岁了，在读小学2年级。说起女儿，苏雨晴眼里满是温柔。哦，那挺好的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孩子的，可惜和前妻没有缘分。王总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
看着两人聊得还不错，我心里暗暗点头。这时服务员端来了茶点。王总，您尝尝这个蛋挞，这家店的招牌，苏雨晴很懂得照顾人。谢谢，王总笑着接过。苏小姐看起来很会照顾人嘛。还好啦，苏雨晴温婉一笑，平时在家也要照顾女儿，习惯了。眼看气氛正好，苏雨晴突然话锋一转，王总，其实我今天来除了想认识您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坦白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，这也太快了吧。可还没等我阻止，苏雨晴已经开始说了，我现在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。她把之前告诉我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王总听，只是这一次她添油加醋了不少，说自己是如何被前夫欺骗，如何为了女儿坚强地撑着，现在每天省吃俭用地还债，但是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我想找一个能理解我也愿意帮助我的人。说到最后，苏雨晴眼圈都红了。王总，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分，但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看着王总的脸色逐渐变得严肃，心想这下完了。果然，王总放下茶杯，脸色已经完全冷了下来。苏小姐，王总的声音一下子严肃起来，你的意思是你找对象是为了还债？也不完全是。苏雨晴有些慌乱，我是真的想找个好归宿，只是希望对方能帮我渡过难关。呵呵，王总冷笑一声，说白了，就是想找个冤大头替你还债是吧？150多万啊，你觉得这是小数目吗？我赶紧打圆场，王总，您别生气，雨晴也是一时。丽姐，王总抬手打断我的话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这种事情必须说清楚。他转向苏雨晴，语气变得严厉。苏小姐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婚姻是什么？是用来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吗？苏雨晴低着头，声音有些发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王总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你看看你今天的做法，穿得漂漂亮亮的来见面，各种示好就是为了让我帮你还债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苏雨晴的声音更小了，实话实说。王总嗤笑一声，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明白呢？为什么要等到觉得气氛不错了才说？这不是有预谋的吗？我看不下去了，王总，消消气。雨晴也是被逼无奈。丽姐，王总转向我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是这种事情真的不行。我们相亲是来找人生伴侣的，不是来解决债务问题的。如果连一开始就带着目的性，那还谈什么真诚相处？苏雨晴突然抬起头，眼泪已经流了下来。王总，您说的对，是我不对。但是您想想，如果您有个女儿，被前夫骗得背负巨额债务，每天辛苦工作还要带孩子，您会怎么想？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。王总一拍桌子，把我们都吓了一跳。你前夫的问题关我什么事？你的债务凭什么要别人来替你还？你自己的人生就要自己负责。再说了，王总继续说道，你说你是被骗的，那你当初签借条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太轻信了？这么大的事情连基本的风险意识都没有，现在却想找别人来替你扛。茶餐厅里其他客人都往这边看，我尴尬的不行。王总，您小声点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王总深吸一口气，但是有些话必须说清楚。苏小姐，我不是在幸灾乐祸，而是觉得你这种想法真的很危险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是要建立在真诚和信任的基础上的，不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。苏雨晴听到这里，突然情绪激动起来。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还债养女儿。我也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人，可是我这样的条件谁会接受啊？我告诉你怎么办。王总语气更加严厉了。第一，你要靠自己，而不是指望别人来替你还债。你说你是运营总监，那工资应该不低吧？可以想办法多接一些副业，或者去做理财规划。第二，王总竖起第2根手指，你要去法院起诉你前夫。这么大的债务，他转移到你名下，这是违法的。你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而不是躺平等别人来救你。第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王总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找对象是找人生伴侣，不是找债务清算人。
你现在这种心态，就算找到人也不会幸福的。我在旁边听得直点头。说实话，王总说的都很有道理。可是我已经找过律师了，他们说取证困难，而且我前夫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里。苏雨晴抽泣着说。那也不能就放弃啊。王总叹了口气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吗？不是因为你有债务，而是因为你的处理方式。你今天要是一开始就说明情况，我们可以理性讨论，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。但是你偏偏要装出一副完美女神的样子，等觉得时机成熟了才说实话，这不是在耍心机吗？我只是怕直接说出来会把人吓跑。苏雨晴低声辩解。那现在呢，不是一样把人吓跑了吗？王总冷笑道，而且更让人寒心。你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诚实，觉得你别有用心。这时服务员走过来问要不要续茶，我赶紧说不用了，这场面实在是太尴尬了。王总说的对，我也忍不住开口了。雨晴啊，阿姐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条件确实不错，长得漂亮，有能力，但是你这种想法真的要不得。婚姻不是交易，更不是解决债务的工具。而且你想想，我继续劝导，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帮你还债，你觉得会是真心喜欢你的吗？万一是别有用心的人呢？到时候你可就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了。苏雨晴听了这话，整个人像是被打击到了，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，一想到那么多债务就喘不过气来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王总的语气终于软了下来，从西装口袋掏出手帕递给他。我给你一些建议，你好好听着。第一，你现在的工作还算稳定，先保住工作，可以找个理财顾问好好规划一下还债计划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，走一步算一步。第二，继续找律师打官司，你前夫这种行为涉嫌诈骗，属于违法行为。就算现在找不到人，也要先立案，万一哪天被发现了呢？第三，王总顿了顿，如果实在还不上，可以考虑申请破产。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个人破产制度，虽然会对信用有影响，但总比你这样痛苦的好。我在旁边连连点头，对对对，王总说的太对了。雨晴啊，你要振作起来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苏雨晴擦着眼泪，可是我现在相亲都没人要了，谁会要一个负债累累的女人啊？胡说！我严厉地说，你怎么就没人要了？你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感情的事情讲究的是两情相悦，不是你非要找个有钱人来帮你还债。王总也说，对，你要敢于面对现实。你看你条件多好，只要你以平常心对待，相信会遇到真心喜欢你的人。那您觉得我该怎么跟相亲对象说这件事？苏雨晴小心翼翼地问，实话实说呗。我插嘴道，一开始就说清楚，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。愿意接受的就接受，不愿意的就算了，总比像今天这样好吧。丽姐说的对。王总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西装。苏小姐，我今天说话可能有点重，但都是为你好。希望你能想明白，重新开始。看着王总离开的背影，苏雨晴终于露出了一丝苦笑。丽姐，对不起，今天让您难堪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我拍拍她的手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好好调整心态。等你准备好了，阿姐再给你介绍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说实话，虽然结局不太圆满，但我觉得对苏雨晴来说未必是坏事。有时候一顿怒怼可能比100句好话都管用。最后啊，丽姐也要奉劝天下所有相亲的男女，婚姻不是交易，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。只有以真诚之心对待感情，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觉得精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哦。丽姐下次再给大家讲新故事。